台湾永鹰高级教练机成为新一代飞行员训练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随着老虎2型战机和老式战机的退役，空军面临着战机替代问题，不仅要为永鹰教练机的使用铺路，还需要为服役近40年的 AT3自强号喷射教练机寻找替代方案。AT3自强号是台湾首款自主研发的喷射教练机，其多功能性尤为突出。日常任务以飞行员训练为主，战时则能迅速转型为攻击机，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AT3的研发过程中，还衍生出一款名为 F300式的国产攻击机。这款飞机的研发进度较快，并且在开发过程中严格保密，甚至航空发动机研究中心的部分人员也不清楚具体细节。F300式攻击机的主要特点是将 AT3的双座配置改为单座，并装备了30毫米单管机炮。尽管作为轻型攻击机，其载弹量较小，不能与大型攻击机相比，但其研发过程中的经验对后续 IDF 战机的研发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台湾航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 F300式并未大规模生产，但其在研发过程中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依旧对台湾的战机研发具有重要意义。台湾自主研发喷射战机的历程始于1973年，当时台湾与美国洛斯洛普公司合作，引进了先进的喷射战机技术，为台湾航空工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随后，在虎安计划的推动下，台湾进一步加深了对战机生产技术的掌握，并开始规划自研战机的研发。AT3自强号的研发目标不仅是替代 P33教练机，还能进行武力升级，提升作战能力。1978年，台湾开始研发 AT3高级教练机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提出了将该机型改装为攻击机的计划，并加装了30毫米气炮和雷达警告系统等装备，命名为雷明计划。然而，由于预算问题，该计划未能实施。但随着美国与台湾断交，台湾意识到必须依靠自主研发，保障台湾防御。雷明计划因此得到进一步推动，成为台湾自力更生、发展军事技术的重要契机。雷明计划不仅涉及飞机本身的研发，还包括了多个配套项目，例如电工厂的筹建与后期的介绍3厂，专门负责航电部件的制造。此外，还与南港橡胶公司合作，研制高压轮胎等技术，进一步为自研战机和导弹的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1979年7月，SAT-3计划成功申请到资金，计划在4年内完成2架原型机的研制，整个项目的研发经费高达5亿新台币，这在当时是非常庞大的投资。尽管雷明计划在某些方面与 AT3计划相似，但两者在设计和部件上存在显著差异。最突出的不同之处在于雷明与自强号在机身结构上的差异，雷明增加了瑞士奥利康公司提供的30毫米机炮，因此需要重新设计机身结构，将原有的双座布局改为单座，并增加弹舱和副油箱，以提高作战效能。机身材料方面，设计团队原计划使用钛合金，但由于当时设备不足，以加工钛合金，最终采用了不锈钢和碳纤维复合材料，这使得雷明具备更强的耐用性和更好的后坐力吸收能力。在武器配置方面，雷明配备了30毫米机炮，类似于自强号，还有7个武器挂点，其中包括机翼下的4个、机身中线的1个以及机翼上的2个。雷明能够携带多种对地武器，包括传统的美式航空炸弹、火箭弹以及小牛导弹。在空对空作战中，雷明配备了响尾蛇导弹，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雷明的作战系统得到了显著升级，能够搭载双联复合炸弹架以及自研武器，如熊2C 反舰导弹、青云弹和天剑导弹等。这些改进大大增强了雷明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款多功能攻击机，适应多种战场需求。在动力方面，雷明采用了与 AT3自强号相同的 T-1731涡扇引擎，这为雷明提供了卓越的飞行性能。在5个武器挂点和60%燃油负荷的情况下，雷明能够达到0.72马赫的最大飞行速度，补充时最大速度可达1.07马赫，最大作战航程为1510海里。
在标准武器配置下，雷明依然能够以接近0.64马赫的海平面速度飞行，显示出其优异的飞行性能。与全球其他轻型攻击机相比，雷明的性能不相上下，且具备了卓越的反登陆作战能力。在洪强研造处科研团队的辛勤努力下 ，Z3 雷明的首架原型机0901号于1982年5月完成并出厂。同年7月，试飞员李新成成功进行了首次试飞，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雷明攻击机的研发过程高度保密，甚至许多航发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对这一看似与 AT3 相似的机型知之甚少。0901号机的试飞异常顺利，飞行时间达到40分钟，降落和滑行的过程也顺利完成。这个突破性进展令当时的空军总司令非常满意，因为这标志着台湾成功研发出了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攻击机。紧接着，在1983年2月，第二架雷明原型机0902号机也顺利完成了试飞，试飞员的表现也十分出色，整个研发进展超出了预期。基于此，航发中心决定在1983年6月于屏东佳东靶场举行专门的演习验收，命名为雷明演习。虽然演习没有对外公开，但仍邀请了上百个相关单位和基金会高层人员参与，亲眼见证雷明的对地攻击能力。在演习当天，试飞员驾驶的0901号机进行了一场精彩的飞行展示，不仅搭载燃烧弹和火箭弹，还携带了84克瓦查训练弹和2枚响尾蛇导弹。雷明的飞行表演非常精彩，展示了其卓越的飞行性能和多样的武器系统。此外，雷明还进行了实弹射击，包括2.75英寸火箭、燃烧弹以及奥利冈30毫米机炮的试射。尽管84克瓦查炸弹使用了哑弹，未能展示爆炸效果，但雷明的成功降落标志着演习的圆满结束，同时证明了雷明攻击机的设计和构思的成功。雷明攻击机在原型机阶段表现优异，因此科研团队在雷明演习之后便开始规划各项升级改进项目，计划将传统的光点标识器替换为类似法国 L5Kit 的数字显示器，以支持弹道计算和飞行数据的显示。同时，计划为雷明配备雷达警告接收器 RWR 和干扰物投放器，这将大大提高雷明在现代空战中的生存能力。其他改进项目还包括加装双联式炸弹挂架、可抛式派隆挂架、防爆油箱和座舱防弹板等，以为雷明未来量产做好充分准备。然而，就在科研团队满怀期待地准备进入量产阶段时，意外的转折发生了。尽管空军对雷明的性能给予了肯定，但在总评中决定不再进行后续量产。主要原因之一是，空军已拥有约200架 F5老虎战机，这些战机已足以承担空对地任务，因此引入雷明会导致任务重复。此外，空军也开始从欧洲引进 F104战机，且交付工作正在进行中。空军没有足够的空间和人力来接纳新机型。虽然雷明的原型机表现优秀，但现实中的制约因素使得它最终未能进入量产。此外，雷明未能量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引进新型战机变得越来越困难，研发空中优势战机成为优先任务。空军担心 S-3 的量产或改进会影响到 IDF 战机项目的进展。尽管如此，海军对雷明攻击机仍持积极态度，认为其改进型可能对执行空对海作战任务具有潜力。最终，航发中心认为，即便雷明未进入量产阶段，通过改进仍可为 AT3 以及 IDF 战机提供重要的作战验证。1985年，雷明的改进计划正式启动，并与当时正在研制的空射型舒2C计划合并。为了进行改进，科研团队还特别将 AT3 的0825号机纳入改装验证工作，以便进一步测试和验证新技术。为了区分这3架飞机，航发中心将原有的2架 S-300重新命名为 ZAG-3，而0825号机则被命名为 CB 机。3架飞机的改装工作各有不同，除了前述的升级内容，还包括整合熊2C 飞弹、加装 APJ-66 雷达、刺眼雷达罩以及数位航电系统等。这些改进旨在使3架验证机具备现代化的空对地作战能力。其中085号机还进行了20毫米 M39机炮加舱设计的验证，成为国内唯一一架曾装备20毫米机炮的 AT3。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固安计划的进展顺利，科研团队也积极与
西物公司等国际企业合作，尤其在火控软件的设计方面展开了合作。然而，受到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台湾无法参与软件的设计阶段，只能引进现有的成品软件，这限制了部分研发工作。同时，3架测试机也参加了多个演习，进一步验证了其新装备和改进成果。在雷明攻击机的研发和测试过程中，许多创新和突破性的测试不断进行。例如，最初0901号机需要携带9.2电子包进行测试，但随着火控雷达的加入，这一需求被取消了。1992年，0825号机在雷锋1号演习中成功使用空射型熊2导弹击中了68公里外的目标8件，成为自主研发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最终2架雷明原型机未被军方采纳量产，它们作为台湾首批自制喷气攻击机和测试平台，为 IDF 和 AT3项目提供了宝贵的设计与实验经验，也推动了航发中心设施与设备的更新，成为台湾航空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经过多年服役与测试，雷明的2架原型机以及0825号机在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执行完战备任务后，由于机体老化，逐渐转为展示用途。目前0901号机被安置在高雄冈山的航空教育馆，成为历史的见证。0902号机经过多次调动，最终被置于陆军成功岭的军事公园，满足了军方的展示需求。至于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 AT3B0825号机，则被安放在台中清泉党空军第3战术联队，并重新涂装为与第35中队 AT3相同的东南亚3色迷彩。此举不仅展现了其独特的外观，也纪念了它在后续攻击型 AT3的测试和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这些展示不仅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这些飞机的历史地位，也使得它们在台湾航空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